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9月22日啊，即係咧，琴日聽咧法拉奇 Reform UK 嘅即係代表啦，就講佢對反移民嘅態度，咁我就又驚又氣啦。驚嘅就係佢裏邊嘅內容啦，就係即係如果英國嘅經濟過去10幾年咧叫做低迷，但係一旦如果執行咗 Reform UK 嘅講法咧，就會崩潰。咁啊驚嘅就係，我覺得佢同呢個嘅百日維新啊，何其相似咧，就係誇誇其談，但係最後咧。就係只會咧令到英國經濟咧陷入萬劫不復嘅，呢個就係驚啦。起嘅地方就係證實咗我幾年嚟嘅講法啦。我話 Reform UK 支持 Reform UK 啲新移民，有新移民支持 Reform UK 嘅，其實就等於咧係農場嘅雞支持 KFC， 佢哋煮得好食啊，個邏輯係一樣噶嘛。咁更重要嘅就係咩咧？更重要就係有啲雞仔咧認為，喂，佢哋煮嗰啲係人哋啲雞啫，唔係我哋啊嘛。佢煮下就煮埋嚟噶咯。咁有啲人就話，喂，工黨啊、保守黨啊，咪一樣提出一啲反移民政策，又唔見你鬧佢，竟然咧就鬧嗰啲咧支持 Reform UK 啲香港人。嗱，我哋睇翻個時間線啦，喺今年嘅2月份，保守黨就提出10+5嘅反移民政策。咁咧，但係佢就講明咧，香港人咧 BNO 係會豁免嘅，10+5喎。好，呢個係保守黨嘅。然後工黨咧就喺今年嘅5月咧就提出咗。我哋工黨就話咩？要搞呢個10+1，咁但係咧係一個叫獲取制。如果你人工高咧，稅率高咧，就可以咧早啲入籍，可以5+1噶吓。但係人工低咧又唔得噶啦，咁你就10+1噶啦。包唔包括香港人啊？可諮詢。嗱，呢個咧保守黨就不包括香港人，工黨可諮詢包括香港人。咁而家法拉奇咧改革黨就講咪，一定係要包括埋香港人同烏克蘭難民。佢哋冇一個可以攞到永居，咁啊三者係有唔同嘅喎，個本質係唔同嘅。而法拉奇佢哋主張係咩咧？廢除永居制度，以後咧喺英國冇人永居啦，你要留喺英國就要延長簽證啦。延長簽證有條件嘅，要睇下你嘅入息證明啦。譬如話你攞3萬磅一年年薪，哇呢個低於平均中位數，梗係唔得啦。4萬幾磅勉強考慮接受，6萬幾磅可能咧就會比較寬容啲。即係佢個邏輯係咁嘅，即係護士一定係留唔低啦，3萬幾磅年薪啫嘛。初級嘅醫生留唔低啦，好多嘅行業都留唔低嘅咯。其實英國需要嘅啲行業嗰啲員工咧都留唔低嘅。佢就要用呢個嘅延長簽證代替永居。已經攞咗永居嘅，佢哋可以廢除，因為咧可以立條新嘅法例。英國係叫議會至上制度。議會至上制度，只要佢壓倒成個6-7成嘅選票咧。喺下議院裏邊，佢哋就可以咧投票立一條新嘅法例，已經嚟咗啲人都可以趕走佢啦，使用論啊，趕走原本已經住喺度嗰啲外國人攞永居資格嗰啲。咁呢個係第一個叫廢除永居制度。第二咧就廢除雙重國籍。我哋同大家做個沙盤推演。嗱，新加坡咧係唔容許雙重國籍嘅，但係新加坡咧有一個寬鬆嘅永居制度。呢個永居制度嘅好處係咩咧？你係可以吸納到全世界嘅專才嚟到。佢哋可以留喺新加坡度安居樂業，但係咧，你譬如話英國人、美國人，佢一樣好多喺新加坡度做高層噶，好多嗰啲亞太總部都喺新加坡噶嘛。咁佢哋啲高層咧嚟到新加坡就可以咧攞到永居，但係佢保留翻自己日本、澳洲、新西蘭咩國家嘅護照都好啦，可以保留翻，就唔需要咧係入籍新加坡噶嘛。咁有永居制度咧就有個好處，就係吸納到全球嘅專才。咁英國咧佢而家要廢除永居制度喎。咁即係逼嗰啲國際大企業咧離開英國啦。點解啊？嗰啲國際大企業嗰啲高層喺美國嚟嘅，喺澳洲嚟嘅，喺日本嚟嘅，喺中國嚟嘅，全世界唔同國家嚟。可能除咗中國之外咧，其他人咧都唔係好願意放棄自己本國護照噶嘛。中國都未必一定會願意放棄啦。如果你係紅二代、紅三代，佢哋可能都希望保留翻中國籍噶。係黨員都希望保留翻中國籍噶。咁咧。嗰啲跨國企業咧，佢就不得不考慮要將個總部遷移去邊啊？去鄰近地區，梗係去愛爾蘭啦。愛爾蘭又可以有雙重國籍，又可以有永居制度，稅率又比英國低。咁點解要繼續留喺英國咧？冇可能嘅，請唔到人啊！你公司留喺英國，你請唔到人才喎，因為冇咗永居制度啊嘛。而且要不斷咁續簽，要不斷續簽咧工作簽證，嗰啲專才就唔會考慮喎，因為麻煩，生活成本又高，簽證費用又要高。又冇福利，咁點解唔去愛爾蘭啊？公司梗係去愛爾蘭啦。第二佢話要廢除雙重國籍，呢個就好笑啦。我屋企咧就喺隔離屋啊，
隔離屋嗰個夫婦咧，我哋好好朋友嘅，我哋成日互相去對方屋企度即係坐小朋友成日一齊喺花園度玩嘅。佢有2個小朋友，我有2個小朋友。咁咧佢老公咧就係英國本地人嚟，都有好有錢㗎2個小朋友讀私校啦。咁啊，然後個老婆咧就意大利嘅，即係4年前啱啱識嘅，覺得成個 model 咁樣嘅。咁當然歲月而家就歲月如歌啦咁但係咧呢個我傾開偈喎，佢就話咧喂，因為咧呢個嘅歐盟護照咧係比英國護照好用好多，所以佢嫁咗嚟咁多年咧都冇攞英國護照喎，亦都唔考慮攞英國護照喎因為冇需要嘛，佢有永居制度。但係嚟緊咧要廢除永居制度啦。如果 Reform UK 一旦上台啦，要廢除永居制度。當佢一廢除咗永居制度之後咧，咁我隔離嗰個太太咧，佢係意大利人啊嘛，佢就考慮要放棄意大利嘅國籍，先可以留喺英國生活，否則就要長年申請一啲延長簽證，成本又好高。咁佢會唔會放棄意大利國籍咧？我睇就應該唔會啦，即係因為好多歐洲人幾百萬嘅歐洲人嫁嚟英國，或者英國娶咗老婆嗰啲叫做英歐嘅婚姻，喂，佢哋都係幾邊生活㗎喎，而且工作嘅範圍都係幾邊㗎嘛，唔一定淨係英國㗎嘛可能因為教育嘅原因先留喺英國，但係佢哋嘅根可能都仲係歐洲嘅。咁所以你要去放棄歐洲嘅國籍咩？歐盟嘅護照咩？或者佢有美國人要去放棄美國嘅護照咩？呢個只會大量令到人才流失。杜拜、愛爾蘭、新加坡就會吸納晒英國呢啲嘅精英啦。Reform UK 呢個制度會馬上令到英國經濟崩潰，因為精英一走，佢就會拋售喺英國嘅資產噶咯。保守黨嘅時期咪做咗啦，因為廢除海外避稅制度，導致到有10萬計嘅8萬鎊富翁離開英國，去到頭先講嘅地方，新加坡、愛爾蘭、歐洲、盧森堡、瑞士，去呢啲地方度生活，去杜拜、去新加坡、去香港都大有人在啊！咁啦，所以咧，工黨咧上台嘅時候咧，又廢除咗 VAT 私校 VAT 嘅免稅，令到咧好多嘅中產階級咧、有錢人咧，佢哋要認為喺英國讀私校咁貴，不如去歐洲讀國際學校啦。所以我以前嘅我女即係舊年個班都好多人去咗歐洲，去咗杜拜讀國際學校喎，費用比英國平好多，而且又有避稅制度啊嘛。父母揾錢就少咗英國係嘛，開支又大咗，佢哋會拋售喺英國嘅房產喎。所以咧 Reform UK 一上台，如果一旦做咗呢樣嘢咧，人才流失去愛爾蘭同埋去其他地方，咁嗰啲人走嘅時候咧，資產又會帶走，拋售英國嘅房地產、英國嘅債券，咁英國咧嗰個樓價就會下跌喎。樓價下跌咧，有啲人話好啦，咁咪又容易上樓咯。香港同大陸呢幾年咪樓價下跌啦，有冇容易上樓咗啊？唔會啊！樓價一下跌咧，你就更加緊縮開支社會一緊縮開支咧，消費力更疲弱啦，更多人失業啊，點會更容易上樓咧？失業啦，或者份工都岌岌可危啦，仲容易上樓。咁所以 Reform UK 一上台咧，我就估計英國嘅樓市會大跌，匯率又會大跌喎，因為英國咧 Reform UK 係強調要減稅噶嘛。卓慧思嘅時候咪試過咯，一上台40日話要減稅，結果英鎊大跌啊！因為你一減稅，人哋會預期你會發債，你發債咧就會代表到英鎊唔值錢喎，然後咪拋售你嘅債券，拋售你嘅英鎊嘅資產咯。咁所以咧可以預期 Reform UK 呢一套咧就會導致到樓市跌、人才走、匯率大跌。呢個係英國過去嗰10幾年咧經濟都叫疲弱噶啦，因為脫歐嘛，令到勞動力大幅減少。結果咪 Boris Johnson 嘅時候咪要引入大量嘅外勞低技術嘅勞工去填補原本東歐人去做嗰啲工作咯。所以而家係自食其果㗎。而家係因為Reform UK 嗰班人嘅前身就係英國脫歐黨，就係要搞脫歐，逼到 Boris Johnson 咧呢個嘅右派咧面對經濟現實，就要引入大量嘅移民。而家佢哋又反移民，其實佢哋背後咧唔係反伊斯蘭。當然佢哋反伊斯蘭係佢哋而家第一個目的，但係佢背後就係英國文化優先啊嘛，所以佢要求咧以後要入籍嗰啲人咧考英文要去到 C1、C2 level， 佢哋唔接受一啲咧有口音嘅，因為而家英國你見到嗰啲藥房好多人都有口音嘅，嗰啲都係印度人開嘅，好多都係藥房，佢哋接受唔到啲印式英文或者歐式英文、東歐式嘅英文，佢哋接受唔到，咁佢哋要接受本地純正嘅英文。當然本地純正利物浦口音嗰啲人，英格蘭
啲人都聽唔明啊，蘇格蘭口音嗰啲人啊，威爾斯人都聽唔明啦。但係 anyway 咧，佢哋就係主張呢種咧純種優先嘅、純種英式嘅文化優先啊。你可以係印度血統嘅，但係你要一定要徹底地融入咗，好似辛偉誠嗰啲咁嘅人，好似帕丹拿嗰啲咁嘅，佢哋先會接受。否則咧，你有口音咧，其實佢哋都不能接受嘅，因為佢哋就要將個英文嘅考試制度不斷咁提升啦。咁呢個就係佢哋嘅背後嘅目的，其實就係 Harry Potter 裏邊所講嘅史萊哲林嘅哲學，就係純種無私優先啊嘛。咁你接唔接受到純種無私優先咧？所以咧，其實極右同極左咧都係禍害噶。史泰林同希特拉都不分上下噶。我就話一定係要不偏為中，不以為榮。保守黨係中間偏右，自由民主黨就中間偏左，兩個都可以接受嘅。工黨同 Reform UK 就係極左同極右之間，係咪啊？咁反智喎都係，咁所以咧，成個 Harry Potter 嘅故事就係講呢樣嘢啊嘛，就係講左派大愛包容嘅鄧不利多、哈利波特佢哋咧就接受咧麻瓜嘅巫師，同埋咧普通嘅麻瓜混血嘅巫師以及咧嗰啲變種人嗰啲即係呢個人馬，佢哋又接受唔同嘅動物，佢哋都接受，佢哋接受埋即係呢個嘅大愛包容咯。咁但係咧，史萊哲林、佛地魔同埋呢個嘅食死人咧，佢哋就主張純種無私優先喎。咁混血無私接唔接受咧？都接受，有混血王子的背叛啊嘛。但係咧就會次一等啦，就好似元朝咁樣，蒙古人係第一，色目人係第二啦。所以咧混血嘅無私，只要咧你擁護嗰一套制度，擁護咧呢個嘅純種無私優先咧，佢哋都接納佢作為色目人係第二等混血無私。咁但係咧麻瓜無私一定要排除喎，然後咧呢個嘅普通麻瓜就低人一等嘅，其實就係背後就係呢一套種姓制度，呢一套咧就係白人優先嘅種姓制度，而一啲 Reform UK 嘅支持者係新移民咧，嗰啲即係對英國文化就相當唔熟悉啦，係咪啊？起碼 Harry Potter 都冇讀熟啦，Harry Potter 就係左膠啊嘛，大愛包容啊嘛，咁當然咧左咧如果太過激進咧，都係一殘暴嘅。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史泰林主義都係殘暴嘅，所以我哋就要揾中間路線啊嘛。所以咧，如果你睇 Harry Potter 咧，睇得好開心見到呢個嘅哈利係因為愛呢個嘅即係衛斯理同埋妙麗，你感動啦。喂，其實呢啲都係左傾嘅，否則你就應該支持呢個純種優先嘅，無私優先嘅，無私優先嘅理所當然啦，喺無私世界。所以喺英國呢個世界，梗係英文口音優先嘅，梗係理所當然啦。然後白人優先嘅理所當然啦。其次就係擁護白人優先嘅制度嗰啲人咧，即使坐喺法拉奇側邊，可能都係有色人種嚟噶。佢講得純正嘅英文口音喎，喺英國嘅名牌大學畢業嘅喎，佢哋都可以被包容接受。但係外來嘅人咧就不能啦。咁當然有啲人即刻話，喂，佢2029年先大選啦，英國第一，到時咩世界都冇人知，佢哋選唔選得上又冇人知，係咪啊？贏到幾多席又冇人知，到時大部分香港人都已經上咗岸啦，因為2021年係開始5+1啊嘛，咁即係2026年第一批，即係起碼超過6-7萬人可以入到席啦，咁然後逐年咧都有幾千人，咁但係變成咧2023年以後嚟嗰啲人咧就相當大風險咯。呢個係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啦，而家工黨講緊話要5+1延長10+1嘅諮詢啊嘛，是否包括香港人咧都仲未知嘅。咁如果工黨話要10+1啦，咁去到2029年嘅時候 Reform UK 大勝，咁就可以有資格地廢除永居制度，令到10+1都唔能夠成事嘅咯。呢個其實我就係今年5月已經講咗個故事啦嘛，就因為只有一個政黨提出咗嚟，你開咗呢個潘多拉盒子。佢講到嗱，我而家大你100萬，保守黨一開始講10+5啊嘛，大你100萬，工黨話好啊，我跟你10+5啊，大你100萬啊嘛，跟你100萬，大多你500萬，工黨啊大多你500萬啦。你講10+5，佢又講10+1，不特止，仲要講一個叫做獲取制度，呢個獲取制度咧就要講你嘅入息證明要講呢個收入要高嘅。咁好，然後啦，呢個工黨講完10+1獲取制之後咧。Reform UK 直頭話：我呢個我瑞士銀行嘅本票，我 side bet 大多你5000萬，
直頭要廢除永居制度，廢除雙重國籍，總之有咁大得咁大，唔需要理後果噶。當年佢哋主張脫歐都唔需要理後果噶，脫歐之後經濟崩潰，百物騰貴，英國嘅通脹係 G7 最嚴重嘅，歐洲最嚴重嘅，都唔需要考慮噶啦，甚至乎咧難民當年咧話要脫歐就係因為要成功地解決難民啊嘛，而家解決唔到不特止喎，因為你脫咗歐啊，歐盟係唔同你商討喎。歐盟係唔睬你，法國唔睬你，比利時唔睬你，因為你唔係自己人啊嘛，佢點解要睬你啊？反而而家仲嚴重咁當然 Reform UK 上台會唔會完全冇好處咧？都有好處嘅，佢就講話會退出呢個嘅人權公約啊嘛。如果退出人權公約嘅話，咪可以將所有難民移走咯，到時咪輕鬆啲咯，加少人啲咯。佢一定係有好處嘅，冇好處又唔會有咁多人支持佢噶嘛。梗係有啲人心理上會覺得好，當年脫歐就係咁噶嘛，咪令到文化上單純啲咯，或者令到佢哋認為治安會好啲咯。所以脫歐咧短時間咧治安係好咗嘅，尤其是 Covid 嗰陣時因為以前咧有好多嗰啲歐洲嚟嘅賊咧爆完就即刻翻鄉下噶嘛，嗰陣時 Covid 嘅時候咧就唔得喎，又要隔離啊，又要核酸啊，又要居家隔離啊，咁所以嗰一輪治安好咗嘅，咁但係慢慢恢復之後咧，又出現翻呢啲咁嘅社會現象啦，所以你諗住快解決一個問題咧，佢就會衍生第二個問題。你越用力去解決一個問題咧，佢就會有越大嘅反彈。Action and reaction， 挑戰與回應嚟噶嘛，咁所以法拉奇佢哋都係啦，佢哋啲反智論anyway 反智論嗰度我下次再詳細同大家講。今日講到呢度，希望大家喜歡啦 ，like subscribe share。有啲人話擔心下你嘅，就會俾人講嚟英國，我就唔擔心我自己喎，我擔心你哋多啲。嗱，anyway，今日講到呢度啦，拜拜。